我先去跳一段舞，让我们健身。来，干跳，对不对？没看过跳，黑怕。有了有。我今天不是要抱怨他吗？有点委屈。怎么想出这么和谐的动作？一段情人的关系之中，你可能会很在意另一半的前任啊，但前任这个生物呢，其实解决之后、了解之后就没事了。但是有另一块生物是让人更加畏惧的，那就是闺蜜。你说比如说我老公有女闺蜜，女闺蜜，或是你有男闺蜜。闺蜜，其实俗话说啊，假闺蜜败祖传，很多人都差有点远，太远了吗？这谐音梗有点远，太远了，对不对？太远，好吧，因为有些是真闺蜜，有些是假闺蜜。哦，对，就真的就是我没有对你任何其他的意思，我觉得帮助你。好，那我问你，你自己，如果你的女朋友有男闺蜜，对，你可以接受吗？他们到什么程度？他会第一心情不好先打给他，但他是异性恋，对，他是异性恋，喜欢女生的，喜欢女生，然后他心情不好，他而且不告诉我。也比你高，比你帅。哎呦，你女友爱的其实你要这样讲的话，他等于就是把电话簿打开，随便按一个嘛。哎，你现在可以自甘堕落了，自暴自弃。好，你可以接受吗？可是我也有男闺蜜啊，那另一半可以接受？因为我的男闺蜜就是陈建州嘛。是。因为黑人跟我老公也是好朋友，对好兄弟，就是认识啦。哦。可是如果我老公有这种女闺蜜，很丑的，所以高、漂亮、白，不行，瘦白高，然后20出头，没有这种闺蜜，不能啊这不是闺蜜。然后他说他们认识10几年，不行，我没办法。你没办法接受。我跟你讲，今天就是来了2对这个夫妻档，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接受另一半为什么有这么 close、这么密切的闺蜜。可是你们要先确定你们老婆的闺蜜是不是喜欢老公，不是，他又乱掉，有可能哦。有可能啊。然后你是借着老婆想要接近她说，数折绕一大圈。直接讲德普你可能没有看出来。啊，其实是吗？没有，应该不是，因为他们中间的相处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好所，以是你要先来抱怨老婆，还是老婆要先来讲？先让你老公讲好了，好不好？好，先让我讲嘛。对，因为今天哲普在意的是那个舒雨的闺蜜，啊，他在意，对，她在意。然后你到现在 right now， 你还是会吃醋跟不爽吗？会，因为叠加的，这个事情没有消耗掉。没有哇，那很严重哎。这个闺蜜是比我还早认识她，所以她们老早就是闺蜜。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有很多那种小默契，对不都比对？较早认识。而且我见到她的没几次面，那个男生就已经出现了。就比如说我去接她的时候，对，几乎都都在。因为为什么我会跟他这么的 close， 是因为我那时候当初怀孕，不小心传错讯息。你不是应该先传给你老公吗？我老公他知道，哦，他就是意思是说，就是我要告诉分享给别人，分享一个人，但是我传错人了，我传给他。我传给男闺蜜，所以就变成是我们之间又有另外一种小秘密。对，他第一个知道，他第一个知道，然后那时候都身边的朋友我都没有分享，所以变成我只要任何事情我就找他。他长得也帅吗？帅。你老公跟你老公比呢？就是他是精致帅，对，精致帅，他是比很帅吗？精致帅，好帅，粗鲁帅，精致帅的。尴尬。对啊，哪里多精致？你要讲会惹毛你老公的形容词。怎么？你老公是什么你帅？是就是称不上帅。完了，帅就是那个什么帅？就是很适合当算了，当爸爸的，就是当一家之主的帅。我觉得捐献好朋友一搭，好朋友一场。不是，谁要爸爸帅，但是叫精致帅啊！老公太精致，很容易被人家拐走。所以你故意找不精致的。
我的不知道，哎，这样来加速，我们的婚姻好出入。你要邀请他上来了，是不是？这我觉得他应该要上来有请上来，真的，这个堆到最高点了啦。太委屈了吧？对啊，这过分了。泽普说这个闺蜜好爱哇！干了什么事？这个闺蜜其实，因为我刚认识她的时候，这闺蜜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那时候记得我第一次去接她的时候，就已经远远看到那个男生，因为他们吃完饭，他要上车嘛，然后我就已经远远看到男生已经在店门口把他送出来了。我就已经知道啊，这男的有点危险。他就已经远远看那个背影跟身形，就已经是韩团的那种等级了。哦。你已经开始跟他比较了，是不是？对，因为你对于要追的那另外一半，会观察他身边的朋友，就觉得为什么你跟男生为什么要送他出门呢？因为他也想要看看，就是对，因为他帮我啊，帮我就这个人可不可以啊？当我筛选，但我他也是抱持那种眼神，他帮你看，对。我当下一定不会这样觉得，我觉得有杀气，所以我当初就已经记录一笔。然后最后跟他相处之后，他常常就跟我分享这男的照片跟影片，因为男的很会跳舞，是真的会跳还是真的会跳？真的会跳。然后想说这样分享让我已经觉得不太舒服。你有跟他讲说我没有很想看这个影片？当初刚在一起我不敢讲真话，我说啊真的很帅。他后来就不太舒服，因为他每个赞他都会点，所以都会点，没有漏。你这样憋屈了多久，你才讲出真话？到最近我开始你们都3个孩子了，对，到最近我才觉得这样说有点太夸张，因为最近故事就是已经越来越严重。他有来到现场？有，他有来。那你先不要出来哦，我们要数数字哦。对，这是身为一个那个主持人的专业。30、2小，太久了，太小了。好，那我们就欢迎舒雨的闺蜜进场，百般阻挠。奥斯汀，你干嘛？怎么了吗？你会干这种事？没有，他讲的根本。然后奥斯汀，你不是有另外一个闺蜜是谁？上次你跟她一起来。洛丽塔。哦，洛丽塔，对。对。然后你很会跳舞。对，因为我以前是男团出身的。什么团 ？Titan 啊。我的老板是大木很有名哦，大木很有名啊。你们可不可以有点尊重，就是有点热情？我不想装知道，我想装懂啊。因为 Titan 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啊。他们什么？我的朋友会知道啊。是我们公司吗？公司吗？你们泰坦星啊？泰坦星吗？那你愿意跳一下，让我们感觉好啦。把你捧到什么？连你转后面，他说是韩团的背影。大木老师的，而且还说什么高大的背影，哪有高大？有啦。可以吧？跟你看他差不多。人是比较级，没比较才有伤害。我跟她老公站在一起，就会感觉出来比较高大吗？比较精致，谁是男团，谁不是？他又没有要当男团。不是，明明就是他比较精致啊。哎呦，你这个话有偏颇。不是，你有化妆吗？泽普有，今天有上一点妆。哇，我只能说你妆比较浓。你如果完全卸妆的话，会是长这样吗？一样，差不多。是一样。对，他五官就干嘛现在要卸妆？是不是？我们全部要裸满。你先去跳一段舞，让我们见识一下。来，是干跳，对不对？那音乐是什么啊？我今天不是要抱怨他吗？有点委屈。怎么想出这么和谐的动作？
很难呢，很难。肩膀会一直往后，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我搞跳的也会就是比如这样吗？对。我要抱怨男闺蜜。你要干嘛？抱怨男闺蜜。你有什么好抱怨？你应该抱怨你应该抱怨自己的舞姿好不好？好，奥斯汀，请坐，请坐。你跳完舞之后真的帅很多，是不是？加分。对，太久没看他跳舞，有帅哦，欢迎。好，虽然说奥斯汀会跳舞归会跳舞，但是他还是跟舒宇太 close 了。没错，讲出来。而且他真的是直男。而且对，那时候我们第一胎老大就是怀孕的时候，我刚好不在台湾嘛，所以他产检都是陪他去的。啊？对啊。因为他很好 Q。就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舒宇，你有没有女性朋友？有，可是因为没办法，因为我常常有时候约姐妹说，你可以陪我去产检，可是有时候人家刚好会有工作什么的，但他那一段时间他是完全没工作，他刚解散，因为泰坦他讲完之后没有人知道，对，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啦，不是因为当时知道她怀孕的人只有我，对啦，因为男生只有我，对，那你知道他是误传给你的？他知道，对，他知就因为他那时候讲完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是这件事情，所以变成只有我一个男生知道，所以他所有出重活要去那个什么产检拿东西搬大包小包都是我。最后我回到台湾了嘛，换我陪他去产检，然后我进诊间之前的护士就把我挡在外面说，对不起，那个你是谁？对我们只能就是只能老公才能进去哦。在外面，他们以为他是老公。对，所以他已经可能陪他产检2、3次。不是因为前几次都是他每次陪我去，然后外面护士都会就说爸爸这样子，然后他都会说我不是，我是朋友这样。可是1次、2次、3次的话也有点懒得解释了。所以他至少陪你5次以上。他前后可能差不多有。哇，等于你也没有否认是爸爸，这有点过分。后面可是因为要一直解释还是那个就是你的小孩。老大跟老二、老三都不像，老大这个老二、老三都不像，老大长得特别精致，老大赞同他，老大真的特别帅，老大特别帅，老二就像他，真的特别帅。什么意思？老大听到会开心。明明泽普就怎么算是路人里面很帅对，还是有差了。因为奥斯汀算是明星里面中等的。你上次已经说分类出来，怪的分类啊，不是他在路人里面，我真的会多看一眼，又高，有气质，感觉会去神明翻书的。那你就是明星里面就是有点红不太起来。到底我们这控诉主题是什么？产检。这样要帮你报仇，谢，太好。可是奥斯汀你自己有知道泽普一直在吃喂你这件事情吗？其实我第一次发现他吃喂是去日本求婚的时候，然后在求婚前，就是我帮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一直抢。比如说要拍照、要拿东西，他就会一直跟我说我来就好这样。可是因为他真的拍得不好，就是他很会拍照，但是他真的拍得不好，所以我就会叫他说，不然你先请他拍完以后给他看，让他学，因为我就很想要老公是很会帮忙拍照的，然后他就会不爽，他就说不然。舒宇，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婚姻？不是，但是我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最后还是会希望他帮我拍。最后还是没有，我觉得女生会有闺蜜的出现，都是因为另外一半老公的不足，要补足。不够格。所以你觉得你补了泽普的哪里？补哪里？就比如说拍照啊，不会拍照，或者是比较会听他讲东西啊。所以泽普你不听你老婆讲话？很听啊，每天都在听啊。但是你会左耳进右耳出？不是，他是有点是会停顿很久。我说你回应啊，他说我还在想。回应很慢。他说我还在想。所以你反应太慢了。我比较慢，就是讲话比较慢，比较不善言辞了。泽普跟奥斯汀2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你们两个可以聊天吗？独处会尬聊，蛮尬聊。后期还好，后期还好。闺蜜，你们俩现在有变好朋友吗？名义上是。前阵子因为我前阵子我就刷那个 IG 嘛，就看到说有在做香水，然后因为我对自己很喜欢香水，我就有约他说不然这样我们去做香水，然后各自为各自的香水命名。
比如说你帮我调一些味道，比较属于我味道，然后你帮我命名这瓶香水，然后我帮他命名一瓶香水，就是属于我们2个味道。而且你跟奥斯汀2个人跟舒宇搞错了啦，跟舒宇2个不调香水。我就有很多画面，就是想要跟他一起去，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说他现在很少在喷香水，不要了，还是我们现在照顾小孩为主这样。隔没2个礼拜他就跟他去调香水。对，重点是那瓶香水的名字，他的那瓶香水名字是奥斯汀帮他取什么？就是他奥斯汀帮他命名那一瓶香水。讨论啊，有讨论。早晨没有啦，就是早晨，因为他就说闻起来有一点那种早晨清香的味道。他说就像舒宇一样是早晨的味道。这是我的剧本。不是，我一定要讲一段。然后为什么他跟你去你不去，然后奥斯汀约你不去？这不行哎。因为那时候我们原本要去日本，然后他就说日本里面可以塞这个行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台湾也有，为什么要去到日本做这件事情？我不想要浪费一个行程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拒绝了。那他约我的时候是在平日，老公不在家，然后我也很闲啊。他没在家里没事，那就不就是调个香水？而且重点是那天回来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去的时候是只是当做是一个就是一个时间，反正无聊嘛，就是当做去玩一玩这样。但我去玩了以后，发现真的很开心，那天很开心，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很开心的跟他分享。我还说你闻闻看，我就很兴奋在分享。发飙那天大一定会啊，一定会啊。你知道你们2个今天去那边，我超级不开心。而且没有，我跟他讲，我第一句话跟他说，我不是才刚约你去吗？对，这没有，你不是这样讲，他不是说不喷香水，这个脸，对啊，他脸是这样子，我就是很兴奋，他就说，我也有约你去做香水啊，但是你说不想。对啊。然后就这样冷冷的抛了一句，然后我就鸡皮疙瘩了，就说不是啦，然后就他真的生气，到那天在睡前哦，他都没有跟我和好。对，我是很值得生气。我觉得你是很可恶哎，对呀，我真的改观哎，真的，根本不是故意。可能外表做的是肮脏的，我们。我以为你是一个好妈妈，不要再拿生我妈。不行，最近那个香水也都是你在闻啊。他超爱喷的哎，他之前还说因为有小孩不要喷香水，结果在早晨出现的时候他就每天喷吗？他每天早晨都喷。而且他那天跟我回来就是说，你看奥斯汀有帮我选这前味，你看奥斯汀说这很适合我，一直奥斯汀，对，然后说后面奥斯汀说这后面的味道超甜，就像他一样。我这是你自己家的，哪有？有吗？有这句吗？没有这句，没有。你是帮他挑香味？我们是有讨论，但是不是我帮他决定的。对他只有早晨是不是你取的？他只有在也是讨论，不是纯我。我在拿安息香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可以滴一点在你婆婆房间。我说，不要乱讲话。也是开玩笑，开玩笑。所以你还背着德普说其实我的坏话。你回去也不要做。不是。妈妈，你不要乱讲，越描越黑。这是一个，连我妈你都不是啦。我要讲安息香，这是一个，就代表说我们那个安息香有卖吗？要教会大小。我们就是代表说我们在调香的时候其实是好笑，没有情愫的，没有情愫是很好笑的。可是他约你没有去就很伤人。一样，真的。那木木老师，你现在听到目前为止，你感受蛮不行的，因为这个是同一个行程。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奥斯汀跟你约的话，那你可以说因为我前阵子我老公跟我约了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真的忘了，对啊，我是真的忘记你老公约过你。真的忘了。德普娜，要是你会去吗？我觉得这真的有点过分，因为我觉得你老公很明显他的就是你要观察他连那么 outgoing 的人你都觉得太过分，我不可能会做这个事情。你都不可能。很严肃哦，真的很糟哦，表现严肃哦。林淑宇，你真的很可恶耶。但是那个德普也有，我也有约他出国的，德普也有先跟他去。先跟他去那个国啊，所以也是什么东西？我有听懂是什么？就比如说他说约他出国，再去日本，德普也约他先去日本啊。什么？我还是就是我行程啊，一样行程，我有约，然后德普也有先提前他说我先跟他一起去啊。不然嘞？不然嘞？老师票旅行啊，机票我都
刷下去，带小朋友啊，对啊，好像也是啦。我其实内心的小火苗还是没有熄灭，确实，我还是很气你老婆。我可以气他吗？可以，麻烦。我可以讨厌他吗？一点点就可以了，主要是奥斯汀。太过分了。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了。你们的问题我觉得很大，但是因为还有另外一对要处理。是，我们先谢谢泽普，我们等一下思考一下，听完两边的故事再来。来，PO，你现在赶快先讲一个让你最火大的事，我们要赶快请那位。PO哥已经忍不住了啦，哇，要拆台了啦。讲快一点，讲快一点。没有，最重要的是那个人完全打到我。他还有什么精致帅，还有什么正常帅？对，那个就完全有头发，没有比我更高180几。有力，然后呢？没有，然后有头发，这个也很头发很重要，对。当时那个他只要有头发的人都会打到你啊。不一定要高，还有一点最夸张的是，他居然跟我岳母说叫他不要嫁给我。他真正的阻挠，对，真正是他这个还是假性阻挠。对，他是直接用那个命理告诉他说我们两个就不合。哦，用命理的角度哦，然后这会吓到长辈，认真说服你岳母。然后他妈那时候还打给那个餐厅，就说要把所有的桌子那个10桌都取消。看吧，咪咪，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不行，我知道啊，但是你有相信他的话吗？觉得我觉得应该是假的吧，因为我只是觉得当时候只是觉得我爸妈那时候第一眼看到他，只是觉得就是是没有那么是他们喜欢的。就是公务人员的，我妈妈是喜欢那种有点就是公务员的那种，就是像泽普这种的啦。你就是他就是那种爸爸妈妈长辈会喜欢，精致帅，就是很沉稳，然后就是感觉很实在，很诚恳，好老公对。然后但因为爸爸妈妈那订婚的前一晚，我妈就说，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不适合，可是我不知道有发生这件事情，我只是那天晚上他们在他妈家，他跟他你后来怎么发现的？岳母跟你我一开始都没有，岳母都不跟我讲，他就是百般阻挠，而且那天婚礼的时候怪怪的，就是不要紧啊，这样一直讲这种，你知道吗？后来还好是他爸说，然后准备给他就还给这样，就是那天有来的那个。说到那个爸爸，对他还好，他有挺我。他有跟你讲事实的真相，是他爸跟我讲，以前刚黑的狼来。哎呦，结婚前一天，夜郎他长得是怎样？夜郎就高大啊，然后温柔，有安全感。他会是被人家说帅的吗？我觉得就是专业度有，然后爸妈就觉得哇这个可靠，然后帅的话，我觉得是你喜欢的类型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毛发很浓密吗？哦，浓密到一个不行，还可以卷起来的那种，还卷发，完全制发，对。可是那你的家人有曾经想要撮合你们过吗？我妈那时候会觉得说，啊，你那不爱酸这种就是哎呦，很气人就觉得不行就站在他旁边会觉得好像小鸟依人的感觉啊！哇，那你现在站在旁边呢？就是差不多身高啊，差不多。等一下，我们请闺蜜出来比一下，有没有小鸟依人？什么？等一下还要比？要站在他旁边？不要。你赢在你有心脏病，我们为什么不？好好讲话，金钟主持人好好讲话。好，要欢迎你的闺蜜出来。对，我们欢迎咪咪的闺蜜登场。Hello，发现了你，差点滚下。我刚刚听到，我要还原那一天的那个真相。就是你跟岳母结婚前一天的真相。前一天都要结了哎。前一天事实上就是我跟他妈妈、爸爸在。妈妈呢，其实说了3个条件，其实是一开始她对 PO 有点疑虑。那个时候咪咪因为在结婚前她越来越恐慌。她说第一个是因为比如PO结婚之后叫她不知道叫姐姐还叫岳母，因为年纪差的比较近。哇！所以妈妈有点嫌她的年纪太大。对，她说你认识她一个男友吗？我说我知道，当然是讲知道。对，后来发现她年纪离我很近。他跟他妈差几岁？大概不到10岁。不到10岁。第一嫌他老，第二呢？第二个是因为那个时候PO哥当初在节目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早就认识，可是不熟，我跟咪咪也不熟，我不熟PO哥。可是他好像在节目上的时候，常常是城市玩家呀，
生活家之类的爱玩的啦。所以我的形象第一印象是不好的，我觉得他可能是个玩咖。哦，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感受。还蛮喜欢上酒吧喝几杯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就是因为他，因为你也在那，就是有在遇到过。哦，他都去一些非常高质感的。然后旁边会有妹吗？当然一定。对，一定多少会有一些。所以你有跟咪咪讲说你的未婚夫是？我其实没跟他说，我只是说，我说破哥这个年纪应该多少他有很长的感情资历啊，你跟他结婚前要不要先看清楚？妈妈有这个，因为妈前要结婚了，所以妈妈说她也有这个疑虑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讲说，我说我刚认识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你有在补几枪？说我在夜店看到，我在酒家看到他什么的？也是。落井下石，看到过。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妈不喜欢光头。咪咪的妈妈她刚刚自己讲了一个类型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咪咪妈喜欢曾国成，喜欢曾国成，陈哥。他们会想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陈哥这个类型，说基因。你们突然变那么小一个啊？怎么小了？真的很高大，你们突然缩小。哎呦，对，他说基因，因为他比较矮。你现在是坐着吗？对，我怎么坐着了？我脚还在，好不好？而且重点是他爸还有跟我讲一个，他说那天晚上他还让咪咪抽了牌。抽我的那个塔罗牌，还算哇！然后我不知道那个算的好还是不好，显然是不好，他妈才会不爽啊。那张牌你还记得吗？他夫妻两个不一样，炮哥自己喜欢塔罗，他们打电话半夜会问这个。咪咪是星座，咪咪是喜欢讲星座，他讲说他那个摩羯座怪怪的，老公摩羯嘛，超怪啦，他自己又射手座，两个人没有话题怎么办？我就说你们这个组合就是没有话题的那种夫妻组合。所以你以后要培养，要赶快要有小孩，有小孩的话，可能话题会比较多。所以你从头到尾都不看好这段婚姻？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因为你看啊，比如说炮哥很会喝，很会鉴赏这一类东西，咪咪是一口就倒了。他炮哥喜欢像北海道这种有点寒冷的地方，咪咪也喜欢比基尼，夏天出游，怕冷。这个好像也感觉温度也不一样。真的了解咪咪，会觉得好像要哇。咪咪喜欢吃什么？咪咪喜欢吃什么？咪比较喜欢自己在料理，他喜欢吃家里的。那生活玩家就是吃海鲜哦。生活玩家那就精致料理啊，铁板烧啊，放在一些地方，他喜欢吃套餐型啊，板前啊，日料啊，板前。然后你喜欢自己生活牛啊。那些他喜欢吃牛，但我不能吃牛。他不能吃牛他什么都。我最爱吃的是牛肉，他不能吃牛，所以我们两个就在一起。小孩什么？我要站在上面，来给我拿板凳来，拿木枪来。你怎么连声音都变得很尖锐啊？你的意思是小头锐面啊？獐头鼠目，獐头鼠目。对呀，有没有参加个风中残烛？我这样坐着跟他聊天，他声音很低沉，说咪咪怎么，然后怎么，又很高大，然后你就一转过来，这样停下，站起好了，这样可以小精灵。所以我觉得，不起来，我觉得是有家庭小精灵啦。小精灵哦。我们在录那个休息室的时候，炮哥就问我们说去北海道玩，我们去吃和牛好不好？我就说你老婆不吃和牛，你说去吃这个。哇！所以他是单独约你吗？不太关心他，我就转头问咪咪说：“咪咪，我跟你讲，北海道海鲜很好吃，我们去吃海鲜。”关心他，不然他会不好意思讲。你们一起站一下啦，咪咪你来啦，我看一下小到底配不配啦？是吗？一定要做那么转让了啦。怎么样？你说在他旁边像小鸟依人吗？我看一下。你们可以所谓的绕一圈，勾一下，我们所谓的散步一下嘛。安哥哥，你前面一点没关系，不要怕被打，没关系。勾手一下，是不是？所谓的这样绕一圈，逛一下信义区啊。而已啦。勾什么？哇，这背影，好浪漫哦！看一下背影哦，走啊。哎，这是最浪漫的身高差，是不是？身高差猛。哎，我也要了，不要这么说，炮哥也不差哦。来，安格斯。不搭。真的很像那个，也 OK。对象很远，前面很像是有花钱的人。钱了，花什么钱了？
老少配，我们就会这样。使眼色，都在一起。我们就会说，你觉得那个是他？我说当然是那个啊，陪酒的。真的，我还没有跟他结婚前，真的跟他出去，真的是会这样，好像有异样。你们两个如果跟我跟老公在同一个店里，我们就会这样。哎，我跟你说，其实我们真的在10几年，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有遇到你，你在吃，我们在一个火锅店，然后你跟老公在对面，然后我跟我老公那时候，对，然后那时候你眼神就是这样。你的火锅，你在正对面，我们在这边，然后看你眼神怪怪的。对，有跟我老公咬耳朵是不是？不是。然后本来你老公在吃完，后来你讲完，他后来看我们一下。牛肉就吃了就，赶快走好。我们一定有说那个你是陪酒的。孽缘啊，真的是太久了吧？好，咪咪请坐，咪咪请坐。我先回去。哎呦，可是现在你跟安格斯变成好兄弟不是吗？那是最近，这一次去曼谷。最近哦。最近去曼谷。为什么要约他？没有约他，没有约他。我们那时候在总统套房，然后小孩子已经睡着了，然后那个总统套超大超浪漫，还有那个什么玫瑰浴，你知道吗？想说都要进去玫瑰浴泡一下，这样都睡了，可以 happy 一下。你进去什么面顶的？好好讲清楚，什么面顶？哪有那么深啊？我滑下去了，精品那个。这什么浴缸淹水啊？还要这么深？潜力房是不是？额头哦。我已经一转过来就觉得你又少来。然后呢？对，然后呢，我小时候都要那个 happy 了，忽然就叮叮叮电话，那个他就传简讯来，然后我说谁传给你？他说没有安格斯，我说干嘛？为什么这时候传？他不是知道我们在国外吗？对啊。然后他传了一句就写说，我好难过。对，安格斯难过。对，然后他说他很伤心很难过这样。然后我们就说难过可以多后年啊这样啊，就赶快去泡啊，赶快去泡。他不行，他打电话问一下到底怎么感觉怪怪的。泡澡要去。对，然后而且不只是一开始传，然后说不行，越来越怪，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啊，电话通了以后，他没接，不行，我要用视讯。哇，在那个浴缸里面给我视讯，浴室里面准备要进去，他说要视讯，他说他看他脸到底是不是在哭，因为他听到好像有那种，就是那话音，对，就那种声音，而且他是听到你溺水的声音。没有，我刚刚。对，然后他就真的视讯哦，然后视讯以后，他讲了很久，就感觉他也一直在哭嘛，然后我想说。你谁靠大人在哭什么这样？但是我也是有喝一点。我拿来，我跟他讲，我就一边泡一边跟他讲，就讲了10分钟后，我们2个一起哭。你也哭了？后哥我也哭了。所以原因可以讲吗？就是家里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家里有很多负担，然后很难过这样，然后他跟我一模一样。就我们讲他说我们俩其实都一样有那种。我现在都不知道炮哥的那个哭的美是真的。是真的假的？我跟你讲，真的。他很会假哭。S 你要相信我诚恳嘛，我讲给你，炮哥是这样，他爱喝酒，可是呢，他虽然不容易喝醉，他却很容易微醺。他2杯下去就微醺了。他进入微醺状态，大概说话就是这样。唉，艾尔斯啊，你看人生多美满，2个女儿多可爱。你看我现在叫人生夫复何求，就开始哭了。那你要哭，他就开始哭了，他要哭了，然后就开始搭你的肩，不让你走。什么？这个时候呢，我跟咪咪就互使一个眼色，就要把它支开，我们才能聊我们的话题。因为炮哥只要在场，你聊什么话题，他都会介入，把你打断。对。哦，比较性情中人。好，那你讲实话，那个他在浴室那天我们一起泡澡那天。对，他的记忆有点失误，是这样，因为我发了一个就是情绪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就跟咪咪有视讯了一下电话，那当然浴缸是因为咪咪有露点吗？没有露点，咪咪露咪咪哦，咪咪露小咪咪的咪咪，大咪咪露小咪，他不是在浴室吗？大咪小咪落浴盘哦，因为咪咪是他身材好嘛，所以他平常都穿很少啦。他们住总统套房那边，就是已经要睡觉了，不知道要干什么做什么事，大概穿的有点性感这样子啊。当时我们在讲个电话，他也没有铺个浴袍哦，他就关心有啦，就照一下。就隐隐约约了，大概是这样。看到戏，你不是在难过吗？你那么难过，怎么会看这么戏？我刚刚拿个
酒瓶在后面在倒酒，你们在跟谁讲话？那个是这样，他是PO哥是这样。他是这样出现在镜里面，所以那个什么浴缸痛哭有这个事吗？就是没有，他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后来PO哥是跟我讲他的事情，就我们因为我是因为家里的事情，你是压力大的，然后他也是因为家里一模一样，几乎一样事情在聊。那我们在每次有碰到一点酒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聊这个话题。所以他有觉得说他现在此刻才把你接纳为朋友，那你已经是接纳他了吗？我觉得我蛮早就接纳他的，因为我觉得。我跟各位不太一样，是说我一开始认识PO哥，跟后来发现他，我是整个反转的态度。哎呦，就是他们两个相处之后，我觉得PO哥人生就整个都变了，他就变成一个玩家了，是好爸爸。女儿控，比如说他以前会约我去酒吧的事情，在他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后就没有了，从来没有。你看这种人，从来没有，会约他就是女儿的生日趴那种，他就对啊，就再也不会。但是以前他是会晚上按，现在有没有改观一点？你多久？你现在有慢慢在长高？有没有增高吗？你多久没去酒店了？酒店我昨天从来没去过，酒吧我说酒吧几乎也都没去过了。几年了？大概6、7年了吧。以前是每天去，你问他我每天去啊，各种不同妹，现在6、7年都没去了。不止6、7年，大概10几。结婚之后还有去，还是说是女儿生出来？后就没。我们大概交往大概半年以后，他真的次数就是大概就1个礼拜去1天，后来就基本上1年后就基本上没什么。是因为心脏的关系吗？那时候还不没有，那时候没有。对，哎呀，音乐太大声，心中会有力。哦，哎，你这样子真的是好爸爸。对啊，加分没办法，那女人那么可爱，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其实觉得他们其实是很适合的一对。我觉得个性上很适合。我觉得咪咪其实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傻傻天真小女生。那你刚刚在后面有没有听到他们前面讲的故事？有啊，都听到。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以一个专家的来分析。我跟你讲，要关心她之前，先关心老公，先假装关心老公一下。比如我现在找咪咪聊点事情，或找她一起去逛逛街啦，什么这样，先跟老公说，先假装跟老公。假装这。包括最近那录影还好，我看到那集很有趣，我觉得我是要找咪咪一下哦。这样的话，破他这一关。他每次都是先找我，对哦，我跟他看上那节目好好笑，我要找一下咪咪这样。对，这样转的超不合理。咪咪要先跟他说话，至少要聊个10分钟再转。没有，大概那2句就结束了，对。然后你就 OK 了。我就对他至少找我聊，对我然后不 pass 的话不太怪啊，对。泽普这 OK 对不对？这样，我就是那种尊重，对，就是有2句也就可以说，泽普，就金贵海吗？我找一下淑语，这样我觉得 OK。所以大家奥斯汀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没有，他们都直接。因为我们有那个通讯的啊。我们也有啊。谁没有通讯？没有。你有可能先问过吗？可以，我今天学习了。对，我们至少先成为兄弟，你再介入，我们就 OK。没有要介入，不要那么多放弃好不好？谢谢，欢迎周志老师，谢谢炮哥。我觉得这样听下来，真的好像不需要有异性闺蜜耶。可是安德是某方面也帮助了这个关系吧？因为我觉得泽普，你是不是觉得不需要有奥斯汀的存在？完全不需要，为什么？就是我们当然了，我觉得事后就是中间我们还是有很多点滴滴是跟奥斯汀在一起是很开心，这确实是。是啊，你明明就是也是。而且我在，你还记得你跟奥斯汀曾经有什么 good memory 吗？其实我们在一起是蛮快乐的，而且我常在淑宇身上看到我一直都没看过的笑容，在奥斯汀身上呈现。不，你不要再讲了。故意耶！淑宇，你看你今天来上这个节目，你有没有很后悔？不会啊，因为我就是会知道说，如果他真的在意的话，我当然还是会再更小心一点。因为我觉得你老公真的被你惹毛了，因为我也被你惹毛。没有，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当初我是真的没有觉得想到这么多，然后因为我也很常常促使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都是约一起。我都喜欢约一起，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很好的闺蜜跟老公如果又很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平常他真的就只有那一次香水的事情是有让我有吓到说，可是他香水就被你惹毛啊。对，你要怎么让他忘记这件事，或者让他？其实我很会撒娇就是其实如果假如说他自己如果就是那种常常在跟我生气的时候，我是会整个人就黏在他旁边，故意跟他撒娇。他如果看起来我还是一个可爱的样子，他就会其实他蛮容易会笑出来，然后就会原谅我。就你装一下可爱，他就 OK 了。对。可是其实我大概是这1年就是大概前半年，我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因为其实我生3个小孩，然后我3个小孩我都喂母奶。
然后亲喂挤奶，所以我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困扰，就是我的那个胸部是真的，我真的不夸张，它是大走山，真的是跑去哪里？移位了，这背后还是消失了。我是消失，因为我是说真的是很难过，就是它是就是变得会皱，然后会塌，我知道会垂，对不对？对，弹性没了因为为了3胎，真的是，而且是连续嘛，我4年一个，4年一个，喂到后面我真的是塌到我其实是很难过的，然后就会开始跟身边的也是妈妈们说怎么办，就是该怎么救，然后我就有一个也算是哺乳的前辈嘛，就是他也是有在喂奶的，他就跟我说有一个东西是在妈妈圈很红，然后很多的女艺人也推荐了一个小发包，然后我吃了真的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吃完以后我真的觉得有差。还有回去原来的地方吗？它它会让你我本来是那种很就塌陷，真的是塌陷，那塌陷程度是怎么知道吗？就连我想要硬挤都挤不出来，因为你挤了之后它就皱着。天哪，真的，因为为了3胎真的不能不想要，而且很多妈妈只是没有讲，把衣服穿得宽松，但其实内心都是很苦恼，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因为这样子开始慢慢找回就是 Q 弹，然后找回自信，所以我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真的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只是不敢讲出来。好，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它是美波界保养的始祖水蜜桃波波冻。然后我在其实我还有研究了一下这水蜜桃波波冻，它的品牌其实是中医的背景。那中医就会讲究就是温和的食补的概念，对，所以它里面的食物都是萃取自天然的，天然的食物的萃取，所以你就会觉得，既然是食品，吃是不是就觉得很安心？真的很安心，因为毕竟我们想要漂亮，但我们也没想要拿生命来换。对啊，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平常看到那个胶原蛋白？哦，没有，它不是一般的那个胶原蛋白果冻而已，它里面就是除了可以帮你补充胶原蛋白以外呢，它里面还有那个可以帮助你就是 up 的美胸保养。就是对它美胸保养，而且它是双效的保养型的果冻，然后而且真的超级好吃，你们大家可以吃吃看，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男女都可以吃，可以，男生也可以吃，因为它就是滋补的，对，它里面就是都是很天然的，所以而且它也有胶原蛋白嘛，所以像它这样子打开推出来，它就这样，像这样果冻它吃起来是很好吃，好香哦，水蜜桃口味，对，水蜜桃果冻它像跟零食一样，像果冻一样，就是至少我们不会就是像我们青春期可能都要逼吃那些四物饮，然后就是很苦，然后就会觉得很崩溃的，那还想偷偷倒掉。但是这个就会让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当成是平常的小零食在吃一样，而且你们知道这一条只有15.6大卡，哇，就是完全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对，而且就是它不止好吃，还真的有效果，所以就是它其实非常非常热销了很多年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很多妈妈都会跟我分享，就是真的缩水跟下垂以后会影响夫妻的生活，这是我自己曾经也感受到，但我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对，就是其实我恢复自信是真的恢复很多，因为你现在整个样子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啊。我觉得是整个是它会就是让我就是真的有比较饱满起来，然后也会更变得有弹性，而且其实说实话，你保养。就是胸部跟保养你的脸部其实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每天就是很用心的去照顾它以外呢，你还要持之以恒。就你要让它维持在就是最完美的状态，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可以透过食补，可以就是补充一些，就是让它恢复弹性啊，然后恢复那个紧致度，然后当然你还是要再搭配按摩，就它才可以，因为对抗地心引力也很重要，所以你要搭配按摩。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水蜜桃波波冻很厉害，它里面含有双生态的鱼胶原蛋白，然后呢，它还具有小分子的专利，然后它最重要，它有一个超厉害的，它是有日本独家丰满专利，就是丰满专利，对，它就是可以让你就是胶原蛋白就是更好的去吸收它以外呢，它会让你就是更通弹。更弹润，然后摸起来触感其实真的也会有差，就会比较柔软跟有弹性。不然就是老公，应该你要问泽福吧？真的有差，其实是真的有差的。跟之前的差别是什么？弹。这里面还有另外就是天然食材的萃取，像是青木瓜、葛藤啊，还有山药，这些都是就是女生维持就是青春美丽，还蛮优质的成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添加维他命 C， 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补充，它就是帮你一条打包好，就是对它就可以让你可以完整的吸收它的营养。所以喂母乳的妈妈们有希望了。我觉得真的需要，因为妈妈们的自信就是要
赶快把它补起来，因为你真的没自信，你整个人会暗淡下去。可是当你就是补充起来，慢慢会找到弹性的时候，你整个人真的是会发光的。是。那这个水蜜桃波波冻是几岁可以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吗？可以，它是13岁就可以吃，因为它就是刚刚说到的是温和食补嘛，然后所以它13岁，它青春期以后就可以把它当保养，因为我自己也会把它当做是我平常保养的小零食一样吃。像我现在我已经是生了3胎，然后又是喂母乳的妈妈，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这样子，已经算是还蛮就是蛮不像生了3胎，维持超好，超不像生3胎。对，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听到别人现在开始会称赞我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就是从原本就很没有自信塌陷，然后到现在就吃了以后真的保养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觉得很想要不尝试的把这个分享给需要的人。很棒的分享，找回自信啦。奥斯汀刚刚淑瑜分享这些，你就不知道了吧？哎呦，我是对，没错。你如果再知道，对啊，我就。但是我的老公都知道，老公他每天都在吃吗？他每天都看到我在吃，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吃它。是。所以你现在整个状态恢复之后，老公就变得很忙，是不是？老公变得比较忙，然后我也会比较主动，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有自信了。是。所以奥斯汀更不需要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然后我会尽量安排，然后多找一些工作让自己忙。对，找工作，然后你有香水的事业，是不是？也没有，就是我们只有这个体验一个。他们去店里面调啦。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我可以先回去开始吃这个。把你永远都可以可以啦。对，补充一下。这个。然后是丁汉生会跳舞啦。对啊，我觉得你跳舞还有对的。大家可以再 follow 一下我们的。是帅的，是帅的。对，然后祝 Paul 长命百岁。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